押进来吧。快走，进去。就是啊。闭嘴。王队长，辛苦了，请坐。自己打开手铐，接受问话。你们5人小组，谁是国防部的？谁管经济稽查大队？什么意思？哪个部门靠的我们？哪个部门给我们打开？你们5人小组到齐了再跟我说话。岂有此理！国强，把钥匙扔园子里，扔得远远好。是。杜先生，请坐吧。人是我铐的，现在钥匙没了，谁也打不开了，就让他们永远铐着，您看怎么样？你敢杜啊？来人，到。再有骂人的，立刻抬出去，扔外面食堂里。是。再开会吧。12点钟开始的，一直在开。开出什么结果没有？能开出什么结果？杜总稽查一直在催着整理。方大队长来了吗？刚来，还押了2个人。将军，3点钟开始，南京2号专线就一直在给您房间打电话。现在是4点，5分钟前还打过，让您回来以后立刻给他们回电话。你去开会的地方看看，如果他们问起我，就说我还没回来。是。报告建峰同志，我去见梁经纶同志了，我必须调查清楚，方梦敖今晚的行动与共产党有没有关系？这很重要吗？经济稽查大队到北平就是执行反贪腐的任务，这一点在南京已经交代得很清楚。方梦敖大队今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把他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吗？今晚我就不断接到电话，有指责方梦敖大队搅乱北平战局、破坏戡乱救国的电话，也有向我求经，希望我立刻放了养殖公司的人，以免造成负面影响的电话。这些人没有把账算在共产党的头上，是算在我们地区救国会的头上。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坚决反腐的行动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反对。一个晚上你不在5人小组参加会议，去调查什么方梦敖的行动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难道一切顺应民心的事情都应该是共产党干的吗？是，不是？建峰同志，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我想把这么做的目的向你做简要汇报。可以，讲吧。谢谢建峰同志。建峰同志，我完全拥护并理解建峰同志的教导。当此党国危难之际，我们不但要在正面战场和共军决一死战，更重要的是在后方严厉整肃党国内部的贪腐，和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方梦敖大队进入北平之后，就立即获得了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尤其是北平各大学和东北的流亡学生，他们对方梦敖大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希望。这足以说明建峰同志的决定
是英明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我感觉自己的肩上担负的责任极其重大，担负着剑锋同志关于用好方梦敖大队的艰巨使命。对不起，剑锋同志，我的汇报是不是不够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着讲，讲完你的想法。是，剑锋同志。那天接受你的任务后，我就一直在领会你所说的“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关键是要用好的指示。为什么用人还要疑，疑人还要用呢？这是因为党国已经到了人才很少、蛀虫很多的地步，怎么样才能在全国战场和共产党一决胜负？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在后方战场跟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所以我理解剑锋同志启用方梦敖，正是看中了这个人只认理不认人，愿做孤臣逆子的长处。正因为这一点，他才敢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会不认他那个行长父亲。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一把楔子，楔进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这块铁板里去，打贪腐，打私产，帮我们在北平争经济，争民心。因此，方梦敖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们要用；有关系，我们也要用。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剑锋同志的思想？有这个人设，已经不了，郑克达同志。那么，你准备怎么落实这个人设呢？报告剑锋同志，我的想法是，利用崔宗实不敢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更不敢暴露共党组织的弱点，让方梦敖怀疑崔宗实不是共产党。方梦敖一旦认为崔宗实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方梦敖以前是否被共产党发展过的那段历史，放手使用它，彻查北平分行和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梦敖的一切行动，也就是在执行剑锋同志的指示，而不是在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让方梦敖明白，共产党希望干的事，我们正在干。这样，也就能真正达到剑锋同志关于跟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的目的。是不是病了，柯达同志？没有关系，剑锋同志。也许是这几天没有睡觉。剑锋同志，关于我刚才的设想对不对，请你明确指示。你有这样的人设，有这样周密的思考，我完全可以不再给你任何明确的指示了，送你一首龚自珍的诗作为回答。剑锋同志，请等一等，我拿笔记。不用，这首诗你也会背。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个将人才。上天念在我这片苦心，一定会多奖几个你这样的人才，包括方梦敖那样的人才。剑锋同志如此信任，柯达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剑锋同志，五人小组还在等我开会。扬子公司被方梦敖扣押的那几个人，正在等着如何发落，我该怎么处理？再过半个钟头，总统和夫人都会起床。
我估计北平的事，他们很快就会通到夫人那里去。我也不会睡了，就在这里等总统官邸的电话。如果这样的事夫人都不识大体，帮他们说话，我就立刻解散5人小组，让他们回南京。你代表国防部继续留在北平，支持方梦敖，拥好方梦敖。他崔中石和他背后的组织，他北平民社调配委员会，他央行北平分行，他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一路彻查下去，真正贯彻我们一手坚决反攻，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宗旨。完全明白，坚决执行。吃早餐吧。满城饥荒，这么收费，太招眼了吧？听蔡妈他们说，你也好几个月没吃过这些东西了。天刚亮，木兰不会起来，孟伟也不会回来这么早。赶紧，咱们今天就吃这一回吧。抗战胜利以后，本想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时局。雨淅雨淅，奈若何？小雨，姑爹也是一夜没睡，叫上他还有你，咱们3个人一块儿吃吧。不在他的房间，在我办公室。方不听多年与程小云约定的规矩，不让他插手银行的公事，不让他进入自己设在家里的办公室。今天却突然叫他到办公室去请姑爹共进早餐。程小云知道，这个一向硬挺的丈夫，面对棘手的困局，已经有些力不能支了。哪里来的？5人小组。我来接。挂了。说什么了？行长先坐吧。说吧。5人小组解散了。什么意思？没有说明详细原因，就说5人小组解散了。就这一句话？是曾可达打来的，说从今天开始，由国防部和北平警察局联合调查北平分行和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经济案件，命令我们送崔中石去郭大师宅邸接受问话。接受谁的问话？说啊！说呀！扬子公司的人还被扣着，等着崔宗石过去，
对质问话。问话的人是曾可达、徐铁英，还有方梦敖。天塌不下来，裴东，内兄，大户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在人家用我的儿子来打他的老子来了。咱们两个老兄弟俩得亲自上阵了。这大清早的谁呀？这么早，你找谁呀？我叫谢培东，和崔副主任是同事，方行长派我来的。哦，您就是谢乡里吧？哎呦，快请进，请进，找我们老崔是吧？老崔，哎，小乡里来了。真是贵部啊！您怎么来了？行里有急事，屋里谈吧。啊，快请进。我们谈行里的事，你看着两个孩子吧。哦。哎，吃过早饭吗？要跟我们一起吧？早饭吃过了，谢谢。啊。哦呦，啥事体啊？都听我做。家里怎么弄得这么清寒呢？这不像北平分行副主任的家。也就2000万法币1个月的薪水，一家4口温饱都成问题，总不能像他们那么去贪吧？谢乡里，没时间久谈了，最多10分钟。咱们就要去顾维钧宅邸去接受曾可达问话。你也去吗？这样的问话您不能去，除非是组织决定。裴东同志，南京方面解散了5人小组，现在由铁血救国会和北平警察局会同调查北平分行和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曾可达是侦查，徐铁英不会侦查。但问题的关键是，铁血救国会既然早就怀疑上了你的真实身份，肯定也早就怀疑上了孟敖的真实身份。为什么还要重用孟敖？他们这是在玩反策反的手段，利用孟敖，帮他们反贪腐、大私产的行动，欺骗民意，达到他们内部斗争的目的。要实现他们这个目的，继续重用孟敖，就必须要办掉你。因此你现在很危险。组织决定，你要尽早撤离。撤到哪里去？解放区。具体撤离的时间地点，我也要等上级的通知。我现在不能撤离。孟敖跟我是单线联系，而且一直只信任我。我如果现在撤离，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取得他的信任，他跟组织也就失去了联系。
全面的解放战争即将开始，我们需要孟敖他们这支空军力量。我一走，正好就上了铁血救国会的当，我们几年的工作就会功亏一篑啊！庄师傅，裴总同志，请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工作不能让你接替。我们党需要你在方不停身边，你更接近国民党的经济核心，您不能有任何闪失。作为下级，我恳请您，也恳请组织接受我的建议，让我继续留下来，我知道该怎么做。哎呦，要死了！怎么还没给我们解开手铐啊？安静点。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代表国防部负责的？南京方面的指示你们也听到了，什么5人小组都解散了，谁给你们的权利？还不把我们放开？二位，请稍安勿躁。等北平分行的人来了，看他们能不能解开你们的手铐。这是铁血救国会精心布下的一个局。他们怀疑你是共产党，又要进一步让孟敖怀疑你不是共产党，要么逼你暴露身份，要么让你否定自己的身份，让孟敖跟党脱离关系。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相信党，相信孟敖同志的觉悟。他选择的是共产党，而不是你崔中士一个人。因此今天去了以后，你一定要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你就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金库副主任，你不是一个中共地下党。你要利用民事调配委员会和扬子公司必须掩饰贪腐的弱点，还有徐铁英想在这里边占有股份的弱点，让他们去和曾可达斗。我明白怎么对付。谢乡里，您就不要去了。是方行长让我陪你去的，我必须去。走吧。啊。
唱，接着唱吧。孟伟回来了，我知道，唱吧。我还是避避吧。坐下。那就我来唱。你听。报告，北平分行的人来了，请进来吧。是。王副官，到。再搬把椅子。坐下吧。你姑父陪着崔中实接受曾可达和你大哥的问话去了。什么？方大队长怎么不做？走累了，今晚站着，不可以吗？你回房间吧，我和孟伟有事情要谈。妈，小妈，您请坐。这个党国，迟早要断送在自己人手里。小妈，我爸今后就全靠你照顾了。胡说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胡说？爸，您为这个党国卖了20年的命，替他们筹了多少钱，又赚了多少钱？现在人家父子为了打仗，不敢拿自己的国舅和皇亲开刀，倒要拿你开刀了。最可恨的是，他们还拿大哥打你。哼，什么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全都是拿来说别人的。他们这套，别说大哥投靠共产党，逼急了我也投靠共产党。住口！住口！住口！别生气，别生气，孟伟这说的是气话，出去他会谨慎的。我爸一生谨慎。民国26年，为了把他们的财产运到重庆，连自己的家都毁了。他们现在会念及这些吗？什么国产、党产、私产，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现在过不了共产党这一关了，就拿我爸做替罪羊。到哪里去？顾大师宅邸会曾可达去。回来！昨天，崔副主任对5人小组说，给军方的拨款和给民调会的借款，来往账目属于机密，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能向任何人公开。当时5人小组便问不下去了。可就在昨天晚上，发生了国军第4兵团和北平市民调会争抢1车粮食的恶劣事件。崔副主任，现在第4兵团的军需处长在这儿，这2位是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
民调会的马副主任也在这儿。崔副主任，我想问，到底是央行北平分行没有把给军方的拨款拨过去，还是没有把给北平市民调会的借款拨过去，或者是北平分行把拨款借款都给了有关部门，而有关部门却没有用在购买物资上，再或者是有关部门把钱都给了这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却无视党国大局，拿了钱不供应物资。崔副主任，请你回答我以上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不算是机密吧？顺便告诉你，5人小组虽然解散了，但国防部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没有解散。我和方大队长受南京方面的指示，仍然对这些问题有权继续调查，且一定要调查到底。还有，徐局长也奉了南京方面的命令，代表党员通讯局配合调查。北平市警察局有权利也有义务配合审问，并抓捕涉案人员。徐局长，你是不是也问几句啊？刚才该说的，曾督察都说过了。我们是配合调查，还是接着问他们问题吧。方大队长，就在1个小时前，我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电话，对你和你的大队在昨晚的行动中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全力支持。现在和以后，你都是这个案件的具体执行人，你是不是也有话要问崔副主任？曾督察，有个问题能不能问？当然能问。曾督察就曾经代表国防部多次出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回北平之前还审过我。有条法律程序你应该知道。方大队长问的是哪一条法律程序啊？回避的程序。曾督察比谁都明白，我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羁押期间，就是这个崔副主任代表家里在南京活动，尽力营救我。你现在让我问这个崔副主任，你就不怕我包庇他？还有，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是我的亲姑父，是亲3分故，你就不怕我问不下去？不需要方大队长问，你提的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这样就好。你如实回答，就不必为难方大队长，也不必为难我，这样大家都好交代。曾督察，我问你的问题还没回答我呢。他们被审问，我需不需要回避？崔副主任，你说方大队长需要回避吗？无需任何回避。我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我回答的都是公事，不牵涉任何私情，谁都可以听。崔副主任的这话说得很好啊！我们今天问的就是公事，不存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请讲，但说无妨。谢谢。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几百万军队的军需，当然都是由中央银行拨款。5大城市的民食物资配给，当然也是由中央银行借款。具体到北平，当然由北平分行拨款借款。可是，无论中央银行还是北平分行，我们只负责拨款借款，给军队的拨款是直接按照南京的要求拨给物资管理委员会，给城市民食物资的借款
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给民时调配委员会。至于物资管理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军需物资，民时调配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民生物资，那都是2个委员会的事。中央银行不负责购买，北平分行更不负责购买。所以曾督察提的3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1个问题。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没有？哦，这么说来，崔副主任的意思是，军方的拨款和民调会的借款，央行北平分行早就拨借到位。无论是军方的物资，还是北平市的民生物资，出现了侵吞，或者是少拨，甚至是不拨的情况，与央行北平分行无关。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必须再问一个问题：该拨的款拨出去了，该借的钱也借出去了，这些款项为什么还要在北平分行走账？中央银行有明文规定，凡从本行拨出去和借出去的款项，都必须从本行走账，以保证专款专用。是不是每一笔钱款的去向和使用，在你的账上都应该有所体现？我们有责任监督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尽量用在专款专用上。这我就听不懂了。尽量？那这些钱到底是专款专用了呢，还是没有专款专用？每个月都在拨款借款，紧张的时候每天都在拨款借款，可购买物资，却需要解决诸如货源、价格、交通运输等等困难。因此，有些账必须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看样子，北平分行的账，我们还真查不了了。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北平城里有挨饿的百姓，我看党国是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死了。那就等共产党打进城来开仓放粮。可共产党一时半刻还打不进来。方大队长，你刚才提到了法律回避的问题，现在你都看到了，他们这是不顾百姓的死活。你作为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还忍心回避吗？你不能进去，让开！徐局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徐局长，哎，昨晚5人小组命令我们警局的人去抓捕扬子公司的人。我带着警局的人到了火车站，可人却已经被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抓了。于是，我们便配合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将扣押的1000吨粮食押运到了经济稽查大队的军营。现在，东北的流亡学生和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消息，陆续聚集到稽查大队的军营，要求立刻给他们发放那1000吨配给粮。我们现在是立刻将那1000吨粮食发放给东北的流亡学生和北平各大学的师生，还是将粮食拨发给第4兵团？接下来，如果爆发新的学潮，我们警察局是不是还要像75那样去抓捕学生？特来向5人小组请示。徐局长，这是你的部下，你给他说明一下吧。方副局长啊，你说的那个5人小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你昨天晚上的行动，
也就无需再报告了。至于你说的那1000吨粮食如何处置，你现在问我，我也无法回答你啊。我们警局现在的任务，就是配合国防部调查组，再辛苦一下。你带着弟兄们去军营，配合经济稽查大队，守好了那些粮食，啊。局长，你是说5人小组已经解散，叫我带着人和稽查大队的人去守着那1000吨粮食？那么多学生围在军营外面，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我们守着的是1000吨粮食吗？那是1000吨火药！5人小组就已解散，现在到底是谁做主？再爆发一次75那样的事件，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副局长，小峰，你这个问题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让你们去守也不只是拿着枪去守嘛。去了以后跟学生们说清楚，国防部这边的调查组正在开会商量，很快就会有答复。曾组长，下面要执行也很难。请你也给方副局长解释一下。我解释什么？该解释的应该是北平分行。崔副主任，你都听到了？还有谢乡里，这1000吨粮食，到底是北平分行拨给军方的军粮，还是拨给北平市民调会的配给粮？请你们马上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也好做出决定。曾督察这句问话我就不明白了，我想问一句：为什么北平170多万民众挨饿，你偏偏叫一个空军飞行大队的队长带着一群飞行员来管？党国难道就没有别的人、别的部门来管了吗？北平的经济闹成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我不说，曾督察心里也清楚。要追查，上面南京许多部门脱不了干系，下面北平许多部门脱不了干系，为什么现在把矛头对准北平分行？说白了，就是对准我父亲。我父亲也就是隶属中央银行一个区北平分行的经理，他有这么大权力，有这么大胆量，敢让北平170多万民众挨饿？昨晚我们兄弟傻傻的将1000吨粮扣着，今早你们5人小组却解散了。那么多学生围在军营外眼巴巴的等着发粮，你们却叫我们守着粮食不发，以开会为名在这里揪着查北平分行。北平分行的账，你们今天能够查清吗？曾督察这个时候还要北平分行做出一个解释，我倒要向你讨一个解释。打着调查经济的幌子，打着为北平民众争民生的幌子，拿我们兄弟当枪使，一边看着北平那么多民众挨饿，一边叫我们兄弟查我们的父亲，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方孟伟，党国的纪律，你是一点都不懂啊！16岁就加入了三青团，19岁就到了中央党部，20出头就当上了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背景是你的关系，可栽培你的还是党国。难道党国栽培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公事和私事之间的关系吗？曾督察，是不是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就要翻看履历啊？好，要翻我们大家一起翻。抗战时期，你也就是赣南青年军旅部的一个副官，抗战胜利不到3年，你就当上了国防部少将。你是在抗战时跟日军作战有功劳，还是抗战后跟共军作战有功劳？或者是
在后方巩固经济，为党国筹钱筹粮有功劳。党国是怎样栽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大家心里都有数。来人，长官。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重庆，你藏着一张新出的报纸，却拿着一本《世说新语》，给我讲谢安的那则故事？记得。让我最难忘的是，你居然能用白话把那段故事给我讲的是绘声绘色。小月，再给我讲一遍吧。孟伟，姑爹，不干你的事。我今天来，就已经做好了上特种刑事法庭的准备。几天前，我大哥不就是被你送上特种刑事法庭的吗？你刚才说我是靠着关系、靠着背景当上党国这个官的。在南京要置我大哥于死地的时候，你们怎么就不回头看看他的履历？无数次跟日军空战，无数次飞越死亡驼峰。要说死，他已经死过无数回了。曾督察，你一个无尺寸战功的少将，如此折腾我大哥这样立有赫赫战功的民族功臣，心里是不是觉得十分痛快？大哥，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昨晚我梦见妈了。她说叫你不要再记恨爹，不要再替他们干了，赶快成个家。是去南京还是去哪里？走吧。曾可达原想将局面弄得复杂无比后，从中抓住契机，逼出对方的破绽，却没料到方孟维半路杀出，反将自己逼得勃然大怒，情绪失控，弄得不好将要打乱建锋同志精心布置的韬略。如何化解困局，他在经受着无数目光的炙烤。王副官，到。拿电话来。将军，您说什么？拿电话。是。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100万之众欲灭东京。谢安派自己的弟弟和子侄，率8万之众迎战于淝水之上，生死存亡就在这一战了。请给我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方行长家，就说是曾可达，希望跟他通电话。也许是姑父打来的，接吧。对不起，方行长家的电话占线。继续接。
接着说吧。不停。接着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生死存亡就在这一战了。谢恩却和客人在家里下棋，其实是在等前方的战报。战报来了，谢恩看后放在一旁，继续下棋。等这盘棋下完，客人实在忍不住了，问：前方战绩究竟如何？谢恩这个时候答道：谢安说：“笑而败，大破哉！”接着，你就将报纸摊开在我面前，指着告诉我，孟敖在对日空战中，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3架。可是那个时候，孟敖已经不认我这个父亲了。你懂事，用这则故事来安慰我。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有这么一个儿子感到高兴。现在我的儿子又要来破贼了。小雨，你说我是贼吗？好疼，不停，你在发烧。王妈，不要喊，把电话放好了。刚才是个要紧的电话。方行长吗？方行长您好，我是国防部曾可达。不是什么上司，您言重了。其实我们在郭大使的宅邸见过面。本来我是应该去拜访你的，碍于避嫌呐。这完全是我的过失。来之前，建峰同志再三说让我登府拜望方行长，一定要来的，全当是给我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特别要感谢方行长，今天还特意让谢乡里陪着崔副主任来配合我们工作。财政部中央银行懂经济的人又都走了，我和方大队长又都不懂经济，打这个电话是向您求援，建议让谢乡里先帮着崔副主任把账目理出个头绪。谢谢方行长的理解。快7点了，1000吨的粮食要发放到那么多学生的手里，下午或者晚上我去看您。好的，再见。还是我的那个儿子厉害呀，可是他不知道，藏在他背后的人更厉害。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看医生吧。先不回去，东中胡同送崔副主任。是。马局长，哎，从昨天晚上你把我们调来，到现在争取到那1000吨粮食，我们还够意思听指挥吧？哪里去敢？
原来啊，我只是耳闻，现在我才真正领略到方大队长的英雄胆略。长满坡赵子龙也不过如此。又扯了啊！我说你就打算这样，让我们去发那1000吨粮食？让我8点整，你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人调集到军营操场，按照名册，一个人登记，把粮食发了。好，啊，现在几点了？7点。不行，1个小时不行啊！你看，我把人拢过来都来不及，另外我再按照名单一个一个。你干脆别上军事法庭了，你就一下把我枪毙得了。这，我再多给你半个小时。8点半，你不把名册拿过来发粮，我就把粮食调到你们民调会去。到时找你要粮的，可不止1、2万学生了。好，我现在马上去办。啊，方大队长，如果8点半万一我要赶不回来，我说万一啊，那9点之前我必须到，行不行？国建上元刚，到。你们看门口那辆3轮，陪着马局长去。是。好，走，我走了啊。行吧。哎，好。大哥，领粮的人会很多，局面会很难控制，我帮你去发粮吧。你去就能控制了？你的番演讲我听了，对时局挺有见识的嘛。你这个弟弟比我这哥哥强，包打天下。大哥，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告诉你，我也经常梦到妈。妈总是对我说，她理解我。我做什么，他都理解我。他最担心的人是你。他说让你脱了这身衣裳，我再干。大哥，你没有见过饥饿的学生们闹学潮的状况，让我去帮你吧。莫伟，这点得给你说明白一下。那1000吨粮食就是粮食，不是什么火药。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是什么火药。他们都是同胞，也不会有什么学潮的。回去吧，你应该知道谁更关心你。没种，那什么规矩啦？哎呀，不好意思啊。孩子们没规矩，谢乡里啊，你们专门都给我们中师额外加了粮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坐方行长的汽车呢？崔副主任一直在给行里做事，我们平时关心的很少。这20斤粮食按职务也应该配给你们，不用客气。小李，到了粮站凭这个票去取粮食，然后去稻香村给孩子们买些糕点。哎，中石啊！我跟你说啊，那个课堂盖里面写字台旁边那个柜子里有那个好龙井，那才是真正的龙井嘞，拿出来请谢乡里喝。哎，不要不舍得，听到吧？晓得啦，上车吧。知道。哦，走了。夫人，请坐前面吧。哦，好的。孟伟来找你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你有任何联系啊。你是一个人吗？任何一级组织都是党的组织，任何一个党员都必须向组织及时汇报情况，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突发情况。孟伟是国民党警察局的副局长。他和你说的话何等重要！你要是及时汇报了，今天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你知道孟伟今天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你夫人说了，规则里有今年真正的杭州龙井。
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都将给组织和你个人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啊！局长，放不放人你看着办。第4兵团的军粮3天之内能不能运到，你也看着办。党国的船翻了，你也可以在岸上看着。哎啊，你这不，徐局长，中长就回去吧。徐局长，您看那个，你们呢让我空手回去，我真是没办法向兵团长官交代。那就把孔副主任交给你，你带他回去，交给你们兵团长官啊。钱有成，老队的你们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气。养护孟敖、养护我都不是你的责任了，你也做不到。3天之内，把你经手的全部账册整理好，移交给我，随时准备撤离。我经手的那些账册，牵涉到国民党很多部门，十分复杂，移交给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啊。谢老，在这个关键时候，您不能接受那些账册。是担心我对付不了那几个国民党，还是担心经不起组织审查？谢老，作为受您单线领导的下级，请您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向组织汇报。替国民党中央银行走账，把那些本该属于人民的钱，一笔一笔地拨到国民党贪腐官员口袋里去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中士，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崔中士。这样的事情，崔中士不去做，国民党也会派别人去做。虽然每次做这些事，我心里都会有负罪感，那也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对人民的负罪感，而不是担心作为一名党员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不需要向上级汇报了，我现在就代表上级回答你。这些年你在国民党各阶层做的那些事儿，都是工作需要，都经得起组织考察、历史检验。你刚才说的话，包括这些年来你的工作，将来我都会书面写进你的档案。记住，到了新的部门，你个人无权向新的上级做任何解释。还有什么要求？3天之内，我无法整理好账册，无法撤离，请组织重新考虑让我撤离的决定。组织不可能重新考虑了，你尽快整理好账册，等我指示，准备撤离。谢老。最后一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请组织尊重我的权利。简明扼要。是。走之前，让我见一见孟某。跟他说什么？当然是有利于他的话，具体怎么说，要看他的反应。请组织相信我。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找他，他会来找我。
3天之内他不找你，你就撤离。好。每次都这样，人家哭你就笑。你知道大爸为什么笑吗？你明明知道，还问人家。是啊，在我这个家里啊，最贴心贴肺的，就是我们爷女两个。大爸，那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有你小妈在，大爸不用你管，那所有的同学都去了，大爸不会像你爸那样拦着不让你去，到你大哥军营去，帮着你大哥呀，把那些粮食发给那些东北的学生。小妈，大爸真的不要紧吧？医生说了，就是热感，吃了药输了液，不要紧。那我可真去了。叫他开车送你去，见到小玉啊，让他多帮帮你大哥。明白大爸的意思吗？我明白。小哥，咱们走吧。爹，记住，有人号称要做孤臣孽子，你做不了，从来也没有什么孤臣孽子能够救国救家的。送完木兰以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想明白了以后再回来见我。躺下歇会儿吧。哎，黑东怎么还没回来啊？姑父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你马上就要解放了，高兴一点吗？想没想过，钟石同志，你自己穿上军装是个什么样子？咱们立个约定吧，北平解放那天，我孟敖都穿上军装，咱们3个在德胜门照张相。好。哎，来，你看，小李叔叔给我们买的点心。看，去玩吧，去玩吧啊，去吧。笑啊，那可……哎，侬姓谢啊？谢小李，我怎么好意思让您站在院子里？屋里坐，屋里坐呀。听到汽车声才出来的。我要说你2句了，大妹子，女人不好和男人这样说话，会让孩子看不起爸爸。晓得了。我们走了。小哥，我是去大哥军营，你走错了。小哥有几句话跟你说，说完就送你去大哥军营。那就晚了。那我现在就先跟你说几句，就1分钟。小哥，你今天怎么了？什么1分钟？没有什么。那我现在就送你去大哥军营。跟你去，发粮还得发1天呢。
坐下吧。今天小哥的话，要在你背后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认可的话就点一下头，不认可就摇一下，好吗？怎么？你和你们那些同学一样，都特别恨我，也特别怕我？小哥，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当面说。先听你小哥说，等你觉得可以跟我当面说的时候，再转过身来吧。你们学校的人，所有学联的学生，都恨国民党吗？也不全是。什么叫也不全是？恨国民党，但不是恨国民党里所有的人。比方说哪些人？大哥，大哥就是国民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可是同学们都佩服他，有的还崇拜他。还有哪些人？何思源先生，他原来就是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可是他心里装着人民，同学们、老师们都特尊敬他。那最恨的是哪些人？比方说，中统、军统，还有警察局，特恨。包括你小哥吗？你小哥我是北平警察局的副局长，还兼着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副处长，他们能不恨我吗？是真的，小哥，75那天你没有让警察开枪，还暗自放开一条路，让好些学生跑了。我的同学跟我说，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小哥，你找我来是要查共产党。查共产党不是你小哥的事儿，要我查我也不会查。但是我必须得问一个人，凭你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可不可能是共产党？那你问吧，我也不一定能回答你。何孝玉。不是。和你一样，是进步青年。比我要进步些。木兰，我想让她做我的嫂子，你想让她做你的大嫂吗？有什么难处，告诉小哥。我们学联的人，就算再喜欢大哥，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嫁给他。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上校大队长。如果辞去这个大队长呢，退了役，去美国，孝玉也能跟着去美国留学。何伯伯也应该会愿意，只要何伯伯愿意，他能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帮忙，这件事很快就能办好。要是何伯伯不愿意呢？为什么？现在可以说了吧？因为一个人。谁？梁教授，
他是何伯伯最得意的学生，也是孝玉最亲近的人，也是你们女生都喜欢和崇拜的进步教授是吗？小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现在不是代表国民党在说话，你和孝玉都可以喜欢和崇拜那个人，但是那个人都不适合你。小哥，现在可以送我去大哥军营了吧？你听到声音了吗？很安静。没有想到一句诗。不是在课堂里，我不想。于无声处听惊雷。你不过来看看？我已经看到了。你那能看到？当然能。他早就在我心里了，还用眼睛看吗？今后像这样的集会，你都不能去。今天不是我有意不让你去。不是说今天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去邀请方某敖飞行大队参加联欢会吗？嗯。我去邀请，然后我不参加。那你当然得去了。那你刚刚不是说所有的集会我都不能去？是我词不达意。我说的是请愿、抗议、游行这一类的集会，啊，当然也包括像今天这种给那么多的东北学生发粮的机会。然后我就装出愿意嫁给他，去他家，去他军营，或者把他约出来，花前月下。小玉，我知道，这是为了新中国。何孝玉望着他身上那种自己一直喜欢的忧郁，想着自己对他还隐瞒的身份，心一下子有些疼了。他太想告诉他，自己和他是在两个不同的组织里，却有着一个共同理想的同志，却偏偏不能说。你能给我说说，我们期待的新中国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艘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可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不知道今天晚上学生会组织联欢的事。老刘同志，拿起你的书，袁教授。你现在是跟一个校工在闲谈。袁教授，那么多教授都忙着向国民政府提抗议了，你好闲心啊！这个时候还来研究学问。老刘同志，到现在为止啊，我确实是不知道学生会邀请了方梦敖大队今天晚上到学校来举行联欢会的事。会不会是学生会的同学自发的行动啊？党的学运部失去了对学生会的领导吗？我立即去调查一下，看看学运部是哪些同志擅自组织了这次行动。不用查了，是梁俊伦同志。党的76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基本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要精干隐蔽，只能在一定的组织形式内做一定的工作，即做情况允许下的活动。梁俊伦同志这一次把那么多学生中的重要积极分子公开地组织起来，邀请方宝敖大队召开联欢会，这是明显的违背党的76指示精神的行为。我马上了解一下，他都组织了学生中哪些积极分子？那就干脆等到联欢会开完了再去了解吧。开完了联欢会，国民党就会大发慈悲，将他们用于发动内战的钱，将他们存在美国银行的外汇都拿出来救最苦的同胞，是吗？如果不是，那就会酿成一次新的欺侮事件，把广大的学生，尤其是重要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往他们枪口下推。这么明确的形势，梁俊伦同志看不清，你们学运部党的支部难道也看不清吗？立刻找到梁教授，阻止这次行动。方梦敖敢于率部布炸开封，又敢于从国民党第4兵团手里为民众征来粮食，就敢于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通过这次联欢会，
就是要告诉全体北平的民众，国民党不是没有粮食，而是被他们用来打内战，被吞没了。因此这次的行动意义十分重大。学联的好些同学都已经去了，谢木兰肯定在兵营里，你到了以后找到他了，然后一起去邀请，一定能把方梦敖和他的大队请来。方梦敖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国民党会怎么看他？真要是造成那种影响，他们会不会撤掉方梦敖大队？国民党内部现在也分两派，正是新崛起的那派在重用方梦敖，这一派的政治背景来头很大，其目的也更加的反动，就是为了力图挽回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因此他们在拼命地争取民心。方梦敖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在表面上符合了他们的企图，因此不会造成方梦敖大队被撤销或者被解散的结果。估计再过1个小时，粮食就发完了，那个时候你到军营里去。稍等一下啊，杨，你的电话。谢谢。知道是谁打来的吗？学校图书馆。真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你。去吧，我也该去航空服务大队的军营了。快去接电话吧。我不会爱上他。我也不会爱上你。几家报馆里，我们的记者都通知到了吗？报告将军，都通知到了。告诉他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不要以记者身份出现，尤其是拍照一定要秘密进行。明天各个报纸的口径要突出2点：第一，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跟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亲如一家；第二，国民政府视民众苦难高于一切。国军第4兵团让出自己的军粮1000吨，送给了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听清楚没有？非常清楚，将军。去吧。是。你们的任务还是严控崔中实，但是你们2个人不要出现。崔中实跟你们打过照面，把监视任务交给国防部驻北平军情部门的同志去执行监控，随时向你们报告情况。是。护卫方梦敖大队的兵力由1个排再增加1个加强排，每日3班轮值，务必保证方梦敖本人及其飞行大队每1个人员的人身安全。无论是国军第4兵团还是中统、军统，被他打痛的那些要员们，随时都有可能危及方梦敖和他飞行大队成员的生命安全。必要时候，亮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身份，寸步不让。是。长官，你先进屋休息会儿吧。什么时候去见方行长，我再叫你。帮我准备一套便服，还有，把建峰同志送方行长那套紫砂茶壶给我准备好，我今天送过去。是。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今晚的联欢会是学生会应广大学生的强烈要求召开的。
您来电话之前，我给您打过电话，准备向您汇报，但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这个话我听不懂了。学生会的这个行动，是他们决定之后才告诉你的，还是他们决定之前问过你？他们决定前问过我。这么说，学生会的这个决定是你做出来的了？梁景伦同志，你今天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党的白区工作原则，这是目无组织的行为。有这么严重吗，春明同志？国民党北平参议会做出驱赶东北学生的决议，造成了7·5事件，现在正是进一步揭露真相的时候。通过这次联欢会，不正是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内部贪腐反动本质的一次机会吗？你这是在给组织建议啊，还是在给组织上课呀？如果是给组织建议，应该再早几个小时。如果要是在给组织上课，梁景伦同志，在任何时候，你都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是，你是教授，梁景伦教授，满腹经纶。马克思列宁的书有很多章节你都能倒背如流。前几天，你还把党的76指示整段的背给我听。今天怎么了？啊？今天怎么就做出一个和76精神完全违背的行为呢？梁景伦同志，你的自以为是应该收起来了。学生会里的很多的重要积极分子都是你直接联系的，你马上去找他们，取消今天的联欢会。春明同志，这是组织决定，也是组织的最后决定。可是学生会的学生现在都已经去了方毛的军营啊。那你就去军营啊，阻止这次联欢会。马局长，怎么样了？你们这粮食分的怎么样了？啊，都分了。局长，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学生啊不让咱们把这些账册和那个领粮单带回去，说怕咱们带回去做假账。做什么假账啊？那个局长，我看您还是亲自过来一趟。啊，这些学生们说了，今天没空。要跟这个航空大队的方大队长他们搞什么联欢，他不给我们。混账王八蛋！说的吧？我不说。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就你这动静，我都听不见。我爹妈生我就这么大嗓门，要你说。哎，随便。起来。这边需要帮忙吗？我告诉你，
我是社会局过的，他马阎王管得了我手，管不了我脚。有些人跟我不一样，心肝肚肺都归他管。就这堆账，今天要是弄不完，他跟那个姓方的交代的时候，我看扒谁的皮。就算我说，你也不能睡觉吧？怎么着，支个招行吧？